我现在在松花江的南岸，在岸的对面呢，就是船厂小区。船厂小区呢是在哈尔滨东北区松花江北岸的一个老旧社区。这里是有专门的自行车通道的。过了铁路桥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船厂小区所处的位置了，这边就可以看到船厂小区非常典型的红色楼房。这下方也有人在钓鱼。现在呢，先去太阳岛借个厕所。太阳岛呢，共享单车是不能进的。从大桥下到一个底下的隧道，出来就是船厂小区了，食杂店。这一条呢是船厂小区的一条最大的马路吧。这里有一家食杂店，还开着门呢。这边呢就是很典型的红砖房。这里呢是1928年哈尔滨建成的一个船厂的家属小区，有着近10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市的重要的工业基地，这里呢也是许多老哈尔滨人的美好回忆。在这些红砖房的背后有很多的这些普通的平房，这些平房呢要更加的破旧不堪了。现在我猜想目测应该是没有任何人住在这里了。1984，这里也有一个仓买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船厂小区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时代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也成了一处棚户区，居住的环境变差了，基础设施也落后，也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。现在这边呢，像这样的平房早就已经不住人了，是作为一个仓库使用，一般堆了很多的废品什么的。然后上面的楼房是现在还住人的。最近呢，松北区政府决定对船厂小区进行征收改造。在今年1月9日哈尔滨新区船厂征收项目动员大会就召开了。这里呢也即将开始一场城市的更新。船厂小区改造后将会建成一个文化旅游区，与太阳岛相通，打造大太阳岛，规划滨城的不夜岛。虽然说这些老房子已经没有住人了，但是他们的门还是锁着的，里面似乎还存放着一些东西。这个铁网好像是新加装上去不久可能现在里面是作为库房吧，还放着一些用品。船厂小区呢是哈尔滨的一处历史遗迹，它也是充满潜力的地方。它见证了哈尔滨市的工业辉煌，也承载着哈尔滨市未来的旅游城市的梦想。这看起来还住着人呢。想到有些平房，这些平房竟然还有些是住着人的。中国曾经的抗议也会随着这个小区一起成为历史。这小楼挺别致的，这边的店还挺多，还都在营业。这里还有一个1999年创立的基督教会。东北商船学校旧址。
来到这个船厂小区的江边这里，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船。这边是这个船舶的基地，这些船只啊，看上去貌似都是船运的船只啊，但是正前方那边好像是有游船啊。别看这个楼房很破啊，但是看它底下的菜啊，是还住着人的。这就是船厂小区啊，从历史中走来，将会以新的姿态迎接未来。我现在来到了红砖街，不然为什么说红砖街是网红街呢？现在是早上7点多嘛，人特别多了已经。这红砖街是真的大，它要比其他的那些早市的街确实要长很多。这还有摆在外面的盲人按摩，就是闲的都不能，一共5块钱，5块5。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在这边呢，大家不会边走边吃。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有多少人是边走边吃的。这里啊，一条街呢，一共分成了3段。第一段是早餐比较多，吃的东西比较多。后面2段的话呢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日用品，还有一些菜。天公不作美啊！突然间开始下雨了。前面呢是老会堂啊，就上次我的视频来过的地方。现在又开始下雨了，这个雨下回停回，下回停回。先在这里把东西吃了先。我刚在这里吃完早餐了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刚才吃的那几样东西。首先是油条，油条的话，我不太建议在这里吃啊，我在安定街吃的要好吃很多。你要看这个油条它炸的够不够大，它膨胀的够不够大，它只有膨胀的够大，它才会脆。然后我非常推荐的是这里的肉包，刚才吃了一个排骨包，还有一个干肠包。它的排骨包呢没有吃到排骨，是没有骨头，但是它的里面的肉是整块的一个排骨里面的肉，非常完整的一块肉，而且很大块。这是很少见的，那个才3块钱一个吧。我基本上我是第一次吃到是完整的一块肉，而不是被剁成肉泥，然后再混上其他的淀粉类的东西去糊弄出来的一个馅了。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馅。然后是馅饼，我吃了2个馅饼吧，它的肉也是非常的充足啊。一个4块钱，一个3块钱，肉量都是很充足的。然后还吃了，然后其他的我就不是很建议了，就是有肉的我是挺建议的，有肉的它的肉量都挺大的，没有肉的呢就全是淀粉嘛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吃了。刚才下雨啊，可以看到它下雨其实下的是泥浆雨啊，我的帽子现在全是这些泥斑点了。钓鱼佬是真多啊。我还以为会绕不出来。